臣启陛下，西南连出大旱，作物欠收，逃难的灾民一路向东，沿途饿殍遍地。西平岗新任刺史刘长平上书求援。先前不是说欠收不过30%，各州府库中还有足够的存粮吗？回陛下，原本是这样，各州府各自开仓赈济，只要熬过这青黄不接之时，迎来秋稻，灾情自然可减。可是这2稻收成又不佳，禾苗盈尺又不结实，到了入冬，灾民遍地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更可恨的是，西南诸部看到西平岗灾情严重，更加跃跃欲试，他们想要趁虚而入，侵犯我大征，请陛下定夺。将详情呈上，朕会详加考量。陛下，陛下，如今就连西平岗驻军补给也开始短缺，严重影响我军士气。现在到处有人在说连续大旱，秋稻欠收，这是因为触犯了龙尾神，这是龙尾神在施展惩罚。荒谬！陛下，西南百姓信奉龙尾神由来已久，更有人传说，只有天启城的龙尾神使者前往西平岗祭祀，才能稍缓灾情。陛下，臣也曾听说如此言论。眼下外族跃跃欲试，先前曾听闻纯容妃幼时逢仙得遇龙尾神，从此越州海岸风平浪静，五谷丰登。如果纯容妃前去赈灾，定能安抚民心。回禀陛下，西平岗远在千里，如果真的要缓解灾情的话，应从邻近的越州调粮。纯容妃乃是宫中的女眷，恐怕难以解决西南的困顿。青海公，从越州调粮是一定的，但眼下西南饥馑，人心惶惶。纯容妃既然是龙尾神的使者，代表朝廷前往西平岗赈灾，安抚民心，是最合适不过的。纯容妃乃是陛下的宫眷，并不是朝臣，岂有这么轻易抛头露面前往西南赈灾的道理？借助神迹，事半功倍，何乐不为？陛下，青海公说的对，赈灾一事，岂可派遣宫眷？陛下，还是让户部派人尽快调粮才是啊！陛下，臣愿意。罢了，赈灾之事，朕自会审慎处置。若没有其他事，退朝。陛下，这西南饥荒，雷州各部又从未死心，想吞并西南海域，此事终究要治理一番。春稻欠收，秋稻又欠收，州府的粮仓不是没有底，就算掏空了他们，也只能应付一时。朕自有法子，用不着你，你好生休养便是。启禀陛下，司库监吴主事奉旨前来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参见青海公。平身。谢陛下。3月前，你曾上书给朕，说国库黄金无处安放，请求扩建库房。近日来，应该是为此事吧？回禀陛下。中州黄金矿脉丰富，冶炼精粹，天下黄金10之7、8出自中州，但市面流通的多是铜，黄金便大半藏入了国库。这几年，地方缴入国库的铜钱也不少，国库无处堆放。陛下曾下令将这些铜钱向西南诸部兑换成黄金，但如今金价飞涨，即便西南诸部为此设立诸多关卡，黄金还是无法控制地流入天启。今年夏季，国库内连黄金亦已无处堆放，是以臣3个月前再次上奏，请求扩建库房。既然如此，传朕旨意，
今后10年，凡大征人赋税只交30%，余下的用徭役代替。另外，将国库内的一半财货拿出，用于修建各地的运河、水渠、堤坝以及粮仓。这一半，其中10之其2要送到西南，以西平港为主，修建沿线的运河、粮仓，筹备军备。陛下，这么多的黄金啊！陛下就这么花出去了？小家子气，有进无出，守财奴耳。此时动用国库，可以令黄金价格平稳，恢复正常。但过不了多久，金价肯定会大跌，到时候会对西南的所有部族造成打压。自夷王之乱以来，你我皆不想再大动干戈。如今西南饥荒，雷州诸部都想趁火打劫。若是此举能让他们消停，也不枉费你我这3年来运筹帷幄，默默收敛黄金。就算如此，西南一带依旧动荡不安。这西南一带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还是殿下您运筹帷幄呀，不动声色的就让那方海市走上了不归之路。他以御仙为由沽名钓誉，冒犯了龙尾神，本该就是死罪。如今西南是灾民遍地，倘若他被戳穿，死在了那里，就连造谣的方建明也难有个交代呀。哎呀，殿下，您这是一箭双雕啊！说到方建明，好像有2、3日没见到他了，早朝也没露脸。是啊，有几日没见着他了。施主事也说了，这几日啊，不见他在宫中走动了。方建明离开都中了？各城门都有咱们的眼线，没有方建明离开的消息啊。如果说他没有秘密离开都中，又没有露面啊，或许是因为伤病，猫了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呀。我立即传话给施主事，叫他探明真相。倘若这方建明真的有伤病在身，不能露面，那方海市独身在外，孤立无援，那这场戏岂不是更好看了？是。